邵雍闲行吟赏析：头无走月觅青天，孰不知天在眼前？开眼见时忧有病，举头寻处更无缘。颜渊正在如余日，孟子方当不动年。安得功夫有宝四，爱人诸辈重忧钱。我们普通人看到别人出口成章、满腹诗书文章时，往往很羡慕他们的才华和学识，而对自己的一无所知感到自卑。有的人甚至觉得自己傻，是个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没文化到让自己都感到害怕。有了这种自卑感，看到别人引经据典，觉得矮人一等，干脆自我放弃。且慢，不要放弃。邵雍告诉你，恰恰是让你感到自卑的这种老粗和傻、没文化，反而比那些半瓶水晃荡的假聪明人更接近道和真理学问的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赏析这首专为咱们普通的傻子和老粗们写的闲行吟。首联：头无走月觅青天，孰不知天在眼前。吴是吴国，越是越国，从吴国到越国到处奔走，形象地描绘了世人疲于奔命、四处求索的状态。青天象征着真理、天道，或者是人生的究竟答案。邵雍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苦苦追寻的东西，其实从未远离，一直在眼前。他说的在眼前，并不是外在的物理空间或事物，而是指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当下，每一处身边事，每一位眼前人。人们总是对自己身边的、眼前的不懂珍惜，却又煞费苦心地追求那些远在天边的梦中人。人们总是对手头上的事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却又故作认真地去学那些一辈子都可能用不到的浮夸知识和技能。在邵雍看来，青天不在书本里，不在大学里，它就在你的生活里，在你的心里。你是老粗，还自我感觉有点傻，你承认自己的无知，这恰恰比那些半瓶水的假聪明更接近真理和学问的真相。因为你没有成见和包袱，你是一张白纸，你没有被任何学问污染过。你心底质朴，不会像那些读了一点书就固执己见、看不起人、用有色眼镜看人和事的人那样。你心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颜色，不戴有色眼镜，也不戴看起来很有文化的高度近视镜，反而能看得更加真切。为什么呢？邵雍在颔联给出了解答。颔联：开眼见时忧有病，举头寻处更无缘。为什么读了书的人开眼见时忧有病呢？读书反而不好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识的陷阱。读书好，但是知识有时反而是一种障碍。比如佛家唯识宗里认为人有三障，是阻碍人们成佛的主要障碍，它们分别是烦恼障、所知障、业障。其中所知障也叫知见障、无明惑。当人们通过读书学习去求知、求学问时，就给自己的潜意识下了一个认知的锚点，于是人们就会有固执己见，有知念，甚至有的人会读死书，走入了不知变通和活学活用的极端。这种读书现象就是一种知见障的表现。有了这样的知见障，当人们开眼看事物时，即便他们睁开了眼睛，也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因为他们看的方式是有病、有问题的，是通过障碍，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的。这种用病的眼光去看问题，实际上只是自我病态的投射。
举头寻处更无缘。也许你觉得自己没钱、没地位，不配追求学问，这叫向外寻。但真正的学问和安心立命的道根本不看这些。你种地就懂得春种秋收，这就是顺天应时的道。你做人能够孝敬父母、疼爱儿女，这就是人伦大道。这些没有哪个文化人敢说比你懂得更实在。因为你既不戴有色眼镜，也不妄想追求那些浮华的东西。作为一个老粗和有点傻的普通人，你比那些文化人离真理、离真正的学问更近。因为能花钱买来的，靠一堆马屁精吹捧出来的学问，绝非真学问。举头追寻那些和你无缘的学问，并不是因为你的地位身份不配，而是你的学问必须要立足你自己。围绕在你自己身边的，尚且还有学不尽的学问呢，舍近求远，只能感叹无缘呐。净莲，颜渊正在如鱼日，孟子方当不动年。在这里，邵雍向我们举出了2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最高级的用功。颜渊正在如鱼日，点出《论语》子曰：吾欲回言终日，不为如鱼。孔子最聪明的学生颜回听孔子讲学，从不提反对意见，好似愚钝。但孔子赞他退而省其思，亦足以发。这描述的是颜回内化知识、沉静反思的状态。他不在外表露聪明，反而是在内心深刻体悟。孟子方当不动年，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我40不动心。孟子的学生公孙丑问了他的老师孟子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让您担任齐国的卿相，能够实行您的主张了，那么您会毫无疑问的因此而建立称霸成王的事业。要是有这样的机会，您动不动心呢？孟子回答他的学生说：不，我40岁起就不动心了。孟子是有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与孔子40而不惑一样。孟子说：我40不动心，这是一种不受外界干扰，内心坚定不动摇的修养境界。通过净莲的2个榜样所示的最高级用功，让我们普通的老粗傻子们明白，求学问不必能说会道，而像颜回那样把自己手头的事做好，在做事的时候默默体会，在内心深刻反思，这就是最高级的学。而当我们求学时，还应该坚持一个不动心，不要看到别人穿了花裙子很漂亮，自己也跟着摇摆，不要听别人口若悬河的大发议论，自己也去随声附和，一门心思只坚定地在自己1亩3分地的小天地里，对自己家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始终如一，对一切招摇撞骗，对任何威逼利诱都不动心。这就是邵雍向我们揭示的最高级的用功。魏廉，安得功夫有宝四，爱人诸辈重忧钱。魏廉的思想跳跃很大，不太好理解，这需要再把上面3联的意思捋一遍，甚至我也感到有自相矛盾而解释不通的地方。邵雍主张立足脚下，真实当前，从自己的身边做起，向内求索，用心深思。但是他又指出，人们深思的时候又会犯病，比如犯知见障的病。不管是人们向外求还是向内寻，这个知见障的病都无法避免，甚至连颜回、孟子也不能不犯。就算是人们隔眼前之物，从身边事做起，能在世上磨练不动心，那么经过这一系列磨练和深思的不动心之后，最终的结果还是必然形成个人的认知，也可以称之为个人的技能或学问。那么这最后得到的个人学问，又如何确定它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知见障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甚至再说的白一点，邵雍自己敢100%的肯定，他的学问就没有我执，没有自己的知见障吗？
显然，邵雍自己也不敢说他超然破执破障了，所以在尾联他用了一个比喻，似乎在说，即便人们不能破知，不能破知见障，但依然应该坚持向内修行，立足当下，扎根身边的这种原则。这就是求学的根本，是做学问的基础。如果你连身边事，连自己的内心，连自己的生活都不究竟而悟不出道理，那么你去学别人的东西，读别人的书，其结果只会像是你有了一个机会去逛珠宝商店，你看到了满眼的宝贝，个个都是太好了，件件宝贝你都想要，可惜你没有自己的根底去领悟它们。正如你忧愁着没钱买到这些珠宝一样，别人的书就像眼前的珠宝，读得越多，只会越学越焦虑，只会加重你对钱少的忧伤。相反，假如你已经立足自己的内心，有了一定的根底，悟出了自己的道，正如你已经拥有了一件绝世珍宝之后，当你再去逛珠宝商店，那些珠宝在你眼里可能会黯然失色，你不会随便被那些欺世盗名、徒有其表的珠宝诱惑，当然更不会有对钱的焦虑，因为在你的内心已经拥有了这世间最宝贵的珍宝，那就是你自己的学问。